我包下的50亩大棚车厘子迎来丰收，总估值300万，但摘果前叶大伯却让我60万全部卖给村里。你是外乡人，这片山头是村里批给你的，现在果子熟了，理应带动全村致富。哎，你赚60万够本了，剩下的利润当是给村里修路。看看，大伯办事向来公道，签了他，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低头扫了一眼，标题是一行加粗的黑字，我没细看条款，直接看向最下面的价格栏，收购价12元一斤。我看着那个数字，忍不住笑了。大伯，您这上面写的是12块钱一斤？对，村里帮你统销12块，不少了。哼，现在市场上最差的红灯樱桃都卖30，我这是俄罗斯8号大棚控温种出来的，您出12块，是打算买我的车厘子，还是打算买我的车厘子盒？屋里安静了1秒，黄毛不干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林默，你怎么跟赵主任说话的？我没理他，继续看着赵有才。大伯，50亩地，5万斤果子，60万您就想拉走，还得1年后结账。您这生意做的比抢银行合法多了。赵有才的脸沉了下来，敲了敲桌子。林默，你是个外乡人，这片山头当年要不是我点头，你能用1亩地300块的白菜价包下来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你现在果子熟了，赚大钱了，村里那帮穷光棍还在天天吃土。我成立这个合作社，就是为了拿你的果子去打响咱们村的品牌，带动全村致富。他越说声音越大，仿佛自己是个感动中国的人物。你60万够本了，剩下的利润当是给村里修路，给孤寡老人盖房子。做人不能太自私，懂不懂？就是，吃咱们村的水，种咱们村的地，想一个人吃独食，门都没有。我转头看向赵雅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赵雅踩着高跟鞋走过来，理所当然地看着我。林默，大伯说的对啊，你这几年种地，大伯没少帮衬吧？现在村里需要你，你让出点利润怎么了？让出240万的利润，还有我4年的本钱和贷款。哎呀，你别算得那么死，大伯说了，以后村里的补贴全都优先给你，这不是长远买卖吗？一家人，你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一家人这3个字真好用，每次他娘家要抽我的血，都会用这3个字当麻醉剂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桌边，拿起那份统销协议。赵主任，赵有才以为我要签字，嘴角刚咧开一个得意的弧度，从兜里掏出了签字笔递过来。我没接笔，双手捏住 A 纸的上下两端，呲啦，2张纸被我撕成了4瓣，最后变成了一把碎纸屑。我反手一扬，直接撒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。我的果子市价60，少1分钱，一片叶子你也带不走。王八蛋！林默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敢撕大伯的合同？你信不信我跟你离婚？离婚协议你现在写，我马上签。赵雅被噎住，瞪着眼睛。赵有才死死盯着我，眼神阴沉的像要下暴雨。林默，你是在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主任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买卖自由，您想强买强卖，走错潘场了，门在后面，不送。法治社会。赵有才突然咧开嘴笑了，那个笑容配上他黄黑的牙齿，透着一股浓浓的土霸王气息。行，我给你上上课。在这高桥村，我赵有才就是法。他从夹包里掏出一个对讲机，按下通话键。老陈，拉岗。好嘞，主任。几乎是同时，啪的一声闷响从果园深处传来，那是变压器跳闸的声音。果园后方，那台支撑着500平米大冷库运转的工业压缩机停止了工作。你断我的电！哎呦，这怎么能叫断电呢？最近天气热，村里的变压器老化，负荷太重了。为了保障广大村民的生活用电，只能委屈一下你这个耗电大户了。村里检修线路嘛，很正常。镇上供电所来了也挑不出毛病。旁边的村民发出哄笑。现在的气温是35度，车厘子是娇贵玩意儿，一旦离开树枝或者大棚失去通风控温，在这样的高温下24个小时就会烂成一滩带着酒酸味的紫泥。赵有才走到门口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假惺惺的叹气。这大夏天的停电可真要命，你那冷库里的温度撑死保到明天中午吧。明天早上8点我再来一趟，不过那时候合同上的价格就不是12块了，1斤5块，你爱卖不卖，
卖了你好歹能拿25万，不卖你这300万就烂在山头当化肥吧。说完，他转头冲赵雅招了招手。雅雅，走，这种不识好歹的白眼狼，让他一个人在这儿喂蚊子，跟大伯回村里吹空调去。林墨，你就是个认死理的蠢货。明天大伯再来的时候，你最好跪在地上求他收你的果子。5块钱1斤，也是你自找的。3辆车门重重关上，带着一阵黄土和尾气，消失在通往村子的土路上。果园彻底安静下来，停电了，300万的果子即将变成废品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今晚肯定会急得发疯，甚至可能连夜跑去村委敲门求饶。我看着远处村子里星星点点的灯光，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赵雅发来的微信。你现在来大伯家认错还来得及，不然明天你破产了，别怪我狠心。我没回，拿起手电筒朝着果园最深处后山走去。那里有一大片被军用迷彩伪装网盖着的荒地，我用力一扯，月光下120块商用级单基因光伏板整整齐齐排列着，下方是6个集装箱大小的巨型储能电池组。2年前建冷库时我就算过这笔账，农业用电不稳定，加上高桥村这帮人的德性，把300万的命脉交给村里的电网，我脑子又没进水。这套光伏储能系统是我抵押了老家县城的房子买的，赵雅都不知道。我打开空金柜的铁门，看着上面绿色的电量100%指示灯，用力把主闸推了上去。仅仅安静了10分钟的果园再次爆发出工业压缩机的轰鸣声，500平米冷库重新运转，白色冷气开始在管道里循环。凌晨4点，我在折叠床上眯了一会儿，天刚蒙蒙亮，门外就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，这回阵仗更大。不光昨晚那3辆车，后面还跟着2辆5吨重的轻卡，车厢空空如也，显然是准备来装货的。林墨，大伯够意思吧？天一亮就带车来给你拉果子了。昨天说好的5块钱1斤，你看，这不马上就能变现25万了吗？哼！哎呀，大伯，这都过了1晚上了，冷库没电，里面的果子估计都软了。这25万，咱们可是担着烂果子的风险给他的，他还不赶紧感恩戴德？就是5块都给高了，软果子拿去榨汁儿都没人要。林墨，赶紧开冷库门。赵主任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睡得好着呢，林墨，别硬撑了，赶紧把合同签了，我马上叫人去村里加官供电。林墨，签字吧，25万总比血本无归强。这么急着看果子啊？行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我转身朝冷库走去，赵有才一行人立刻跟上来，黄毛甚至迫不及待地对卡车司机挥手，把车倒过来，对准库门。我走到冷库大门前，把钥匙插进锁孔，用力一拧，把大门拉开。没有酸臭味，没有腐烂的果泥，一股夹杂着冰霜的白色冷气喷涌而出。巨大的冷库内部，一筐筐昨天刚采摘的顶级俄罗斯8号车厘子，整整齐齐码放在金属货架上，每一颗果子都硬挺饱满，紫得发黑的果皮上挂着一层细密的白霜。冷库最深处，工业压缩机正在发出平稳强劲的轰鸣人。赵有才的手还端着保温杯，半张着嘴，从满仓鲜红的果子到头顶亮着的 LED 灯，最后死死盯住冷库顶部的通风口。这怎么可能？村里明明停电了，你哪来的电？林墨，你偷电！你敢偷国家电网的电？大伯，举报他偷电！赵雅，平时让你多读点书你不听，上面有120块商用光伏板和储能柜，满电状态下够这个冷库脱离国家电网独立运行1个星期。赵主任，现在是夏天，太阳好得很，您那5块钱1斤的善款还是留着给村里修路吧。好你个林墨，你以为你有几个破太阳能板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去，叫2台挖掘机过来，立刻马上！大伯，叫挖掘机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林墨不是能保鲜吗？我倒要看看，路都没了，他这些金果子怎么飞出这片大山？挖掘机来得很快，不到半小时，2台挖掘机就开到果园门口的村道上。这条村道是连接果园和外界省道的唯一通道。赵有才站在挖机旁边，指挥着铲斗高高扬起。不到10分钟，通往果园的必经之路被彻底挖断，变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壕沟。林墨，这村道年久失修，为了大家安全，
村委决定今天开始全封闭大修。什么时候修好，看心情。哼，还有，我已经给镇上的包装纸箱厂、制冰厂都打过招呼了，谁敢卖给你林默一个纸箱子、一块干冰，就是跟我高桥村作对。你有冷库又怎么样？没有包装，没有车，你的果子能放1个星期，能放1个月吗？林默，你何必呢？你现在点个头，大伯马上让挖掘机把路填平，纸箱和冰块马上送进来。你为什么非要跟钱过不去，跟一家人过不去？赵雅，你大伯算计我是为了钱，你算计我图什么？我算计你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不把村里的关系搞好，以后怎么在这儿混？我不打算在这儿混了。林默，我最后给你半天时间考虑，下午我再来，到时候我出3块钱1斤。他刚说完这句话，远处的省级公路方向突然传来一阵低沉有力的引擎轰鸣声，不是一辆车，是一个车队。赵有才转头看去，只见省道通往高桥村那个新修的匝道上，整整8辆涂装统一的白色重卡正列队驶下匝道，打头一辆车身上印着巨大的红色 logo， 顺路冷链。更离谱的是，8辆重卡的侧方还有2辆闪着灯的摩托车在开道。车队没有走那条被挖断的破村道，直接驶上崭新的省道匝道，绕过壕沟，平稳地停在果园后山的空地上。林总您好，我是顺路冷院项目经理王磊，市级助农直通车准时抵达，8辆全温控层车，50个专业打包员，10万个航空铝箔保鲜箱，外加镍氮干崩设备，全部就位。辛苦王总。王磊转过身，冲车队一挥手，车厢后门齐刷刷打开。50个穿着统一制服的打包员开始搭建移动包装流水线。赵有才隔着壕沟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这是干什么？谁让他们进来的？这条路还没剪彩，不准走！这条匝道是助农绿乐通道，今天专门为了保障这批高价值农产品外运开通的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敢。安保大哥，我是高桥村的主任。主任，你们在这儿挖路干什么？破坏交通师吗？赵有才冷汗直接下来了。我走到壕沟边缘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坑底的赵有才和目瞪口呆的赵雅。赵主任，纸箱厂、制冰厂的招呼您白打了。我这批果子直接走顺路航空发往1线城市。哼，我的果子不仅能飞出这座大山，而且从今天起，高桥村连一颗坏了的车厘糊都拿不到。整整装了4个小时，下午2点，最后一辆卡车的箱门轰然关闭。林总，50300斤全部装车完毕，预计明早6点前铺进北上广3大仓的生鲜超市货架。随着几声清脆的汽笛，8辆重卡在2辆摩托护送下驶入省道匝道，朝着高速公路疾驰而去。300万的财富已经稳稳踏上变现的路。我转身往果园看管房走，接下来要给50名工人结账，他们跟着我干了整整3天，每个人平均该拿2000块钱。我推开看管房的门，蹲下身拉开床底下的老旧樟木箱，里面藏着一个小型保险柜。我拨动密码打开柜门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原本放在里面的10万块现金不翼而飞。这就对了，赵有才那种习惯了雁过拔毛的人，看到300万的果子从眼皮子底下飞走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这10万块现金，就是我故意留给他们撕的肉。门外突然传来喧闹声，50个工人本来正坐在树荫下等着结账，现在全站了起来，往看管房涌过来。赵有才和黄毛混在工人堆里。大家别等了，林默根本没钱给你们发工资，他的果子都运走了，他马上就要卷款跑路了。砸了他的大棚！乡亲们、工友们，我是高桥村的主任赵有才。这个林默丧尽天良，他不顾村里的情面，私自把果子卖给了外地商人，现在保险柜里1分钱都没有，他拿什么给你们结账？不过大家放心，林默欠你们的10万块钱，村委替他垫了，但是这钱不能白垫。林默，既然你没钱发工资，那就把你这50亩大棚的承包合同还有冷库的设备抵押给村委，只要你在这个转让协议上签字，工人的工资我马上发。赵有才掏出一张纸，拍在3轮车座上。我目光越过赵有才的肩膀，落在人群最后。赵雅站在那里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的环保袋，袋子的形状方方正正，正好是10万块现金的体积。赵主任，您怎么知道我的保险柜里1分钱都没有？我听别人说的，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现在就是拿不出钱。是听赵雅说的吗？老婆，
你手里拎的那个环保袋挺沉的吧？所有目光瞬间集中到赵雅身上，她脸色一白，下意识把环保袋往身后藏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林墨，你少在这儿转移视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你要是不签转让协议，今天这帮工人就能把你活撕了。面对着几十个愤怒的工人和气急败坏的赵有才，我从兜里掏出了手机。各位工友，麻烦大家现在掏出你们的手机，打开深支宝。工人们面面相觑，但还是有几个人半信半疑地掏出了手机。我点开手机银行的结算系统，按下蓝色的一键批量发放按钮，屏幕上弹出确认框，共计50人，总金额105000元，确认发放。站在最前面的大叔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紧接着像是引发了连锁反应，50个工人的手机此起彼伏的响起了清脆的提示音。到了，我的钱到了，1分不少，还多发了100块全勤奖，老板真仗义。你哪来的钱？你保险柜里的钱明明已经被偷了是吧，赵主任？现在是数字时代了，谁发工资还用现金一笔一笔点啊？那10万块现金是我上个月取出来准备买化肥的备用金，一直放在保险柜里没动。结果今天中午保险柜被撬了，钱没了。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哗然。我去，真丢钱了！10万块啊，这可是大案子啊！赵雅在人群后面，腿已经软，手里的环保袋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林墨，你丢了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既然工人的工资发了，那这事儿就算完了。走，大家散了。慢着，我转过身，将看管房外墙上的一个旧斗笠掀开，斗笠下面赫然露出一个带有红外夜视功能的高清监控摄像头，正对着看管房的大门。我这个人平时比较谨慎，大棚和冷库都装了监控，看管房怎么可能不装？我点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，投屏到电视机上，清晰的高清彩色画面里，时间显示今天中午12点30分，也就是我和顺路经理在后山出货的时候。画面中，赵雅拿着一串备用钥匙，贼眉鼠眼地打开看管房的门，紧接着赵有才和黄毛跟着溜了进去。5分钟后，黄毛手里抱着那个小型保险柜出来，赵有才手里拿着一根铁棍，3个人鬼鬼祟祟顺着果园边缘溜回了那辆奥迪 A6。10万块现金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如果是团伙作案，主犯从重处罚。赵有才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啤酒肚剧烈起伏，冷汗把真丝衬衫湿透了。赵雅疯了一样冲过来抱住我的胳膊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大伯逼我拿钥匙开门的。他说只要把钱拿走，你就会低头，就会把果园给他。老公，你原谅我，我是你老婆啊！他哭得撕心裂肺，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臂，嫌弃地拍了拍袖子。半个小时前，我已经把监控原件发给镇上的陈镇长了。算算时间，他应该快到村口了。话音刚落，远处响起了阵阵车声。赵主任，你马上就能包吃包住了，高兴吗？车声由远及近，2辆车停在壕沟前，4个安保踩着泥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壕沟走来。带头的是陈镇长，他脸色铁青。谁举报的入室盗窃？我报的，入室盗窃，10万元现金，监控录像我已经发给您了。赵主任，监控我看了，人赃并获，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老陈，误会啊，这钱不是我偷的，是家庭纠纷。林墨是我侄女婿，自家人拿自家人的钱，怎么能叫偷呢？雅雅，快说。对，我是林墨的合法妻子，这10万块钱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自己拿自己的钱回娘家放几天，不犯法吧？镇长，这是我2年前注册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，以及果园50年承包合同的公证复验件。公司法人是我个人独资，所有资产属于公司名下。另外，这是1年前我们补签的婚内财产独立协议，果园产生的一切收益、债务以及看管房的内的备用金，与赵雅女士无关。哼！赵雅猛地瞪大了眼睛。你什么时候？那份协议不是？是你去年嫌我贷款120万，怕连累你，哭着喊着逼我签的那份债务隔离协议。怎么，你只记得不用帮我还债？哼，忘了协议的下半部分，收益互不干涉了。赵雅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当初大棚刚建起来，遭遇倒春寒，眼看就要绝收，赵有才给他支招，让他赶紧跟我撇清债务关系，逼我签了那份公证过的协议。他以为那是他的护身符，却没想到那成了他今天坐实盗窃罪的催命符。这10万块钱是公司的流动资金，
赵雅作为非公司员工，伙同外人撬开公司保险柜，这叫盗窃公司财物。把赵有才、赵雅还有那个黄头发的全部带回镇上。林默，你阴我！你以为把我的路断了，你这辈子就能好过？我告诉你，那些车厘子就算运出去了，你得罪我赵有才，我背后的人弄你跟弄一只蚂蚁一样。你背后的人，你是说县城的虎哥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背后的买家是县城的社会果商虎哥，哼，我还知道你1个月前背着我收了虎哥80的定金，签了5万斤顶级车厘子的包销死合同。赵主任，那5万斤果子你交不出来，虎哥按合同要你赔3倍违约金，也就是240万。这笔钱你应该赔得起吧？赵有才双腿一软，彻底被我说哑火了。赵雅整个人都在发抖，他回过头，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。林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，林默，10万块钱算我借的，行不行？我给你打欠条。我背过身不再看他，车声渐渐远去，果园重新恢复了安静。那50个工人在旁边看完一整场大戏，个个噤若寒蝉。林老板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那条沟，谁去租2台推土机把它填平？我再出2万块钱的辛苦费。我们去，我们现在就去借推土机。3天后，市中心一家高档咖啡馆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手机上刚刚收到一条银行短信，您的尾号8892账户跨行转账收入315万元，复言顺路冷链特级生鲜代收款300万，扣除贷款和税前净赚将近200万，这是我在泥巴里摸爬滚打4年熬出来的结果。咖啡馆的门被推开，赵雅走了进来，她看起来像老了10岁，头发凌乱，再也没有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。赵雅在我对面坐下，我把一份文件推到她面前。林默，非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已经知道错了。大伯进去了，我们家全毁了。你现在手里有那么多钱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重新开始。那天晚上果园断电，你跟着赵有才坐着奥迪车离开，说让我一个人在那儿喂蚊子的时候，你想过重新开始吗？你带着人来撬我保险柜的时候，你想过重新开始吗？我真的是被大伯逼的，是他骗我说那钱是……别拿赵有才当挡箭牌了，你不是被他逼的，你是从骨子里就觉得我林默是个外地来的土包子，我的一切理所应当被你们赵家吸血。我指了指协议书最后的一行字，我没要你净身出户，镇上那套首付15万的房子贷款我还清了没？名字是你的，归你。赵雅的哭声噎在了嗓子里，她颤抖着拿起桌上的签字笔，在协议书的末尾歪歪扭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站起身，拿起协议书放进公文包，走到咖啡馆门口的时候，赵雅突然在背后喊了一声：林默，你是不是从来没爱过我？我停顿了2秒钟，爱过，但你的爱太贵了，要用我的命和尊严去换，我买不起。推开咖啡馆的玻璃门，外面阳光正好，我走到路边，一辆崭新的丰田普拉多停在那里，拉开车门，坐上驾驶座，启动引擎，导航传出机械的提示音：已为您规划路线，目的地林市金水区现代智能生态农庄园区，全长120公里，预计行驶2小时。